热死男人的丧门星，装死拿你谁了？该死的奴才，签了10年长工期，还想耍赖不成？今天就把你这赔钱货丫头卖进窑子，抵了你们一家欠苏家的债。我是林晚秋，身家过亿的企业高管，连夜核销见报猝死，一睁眼竟穿成了这个同名同姓的寡妇。原身林晚秋，丈夫是被苏家活活累死，她带着2个孩子和一屁股亏空债，在苏家当牛做马，只为了换一口残羹剩饭，换来的是被打死。前世我无亲无故，这辈子白捡一对儿女，算是老天赔我的。想欺负他们，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娘，东家要把妹妹卖给牙婆，使不得，妹妹还小。滚开！生不出崽子赔钱货。媳妇儿，逆天命阶梯式物资商城系统强制绑定，触发任务夺回女儿抚养权，可解锁逆天物资，警告：顺天者死。顺天，我上辈子最喜欢干的事，就是掀翻别人的桌子，自己定规矩。给我住手！新手礼包发放人体机能巅峰化，高碳钢开山刀已具现化。林晚秋，你这个丧门星，还想造反不成？苏二郎，你一个连童生都考不上的废物，也敢在这里丢人现眼！反了你了！你这个千刀万剐的贱！我看谁敢！贱人，你敢拿刀指着东家，官府知道了，非把你投入大狱，把你卖到最下等的窑子不可。娘，跟他们拼了！他们根本没把咱当人看。娘，算了，我们现在还欠着苏家的债，若是被官老爷知道您拿刀对准东家，我们会被判罪，这辈子都翻不了。卖身契，这破卖身契，就是拴住我们一家的狗链子。大嫂，我是读书人，有功名在身，你杀我要凌迟的。少废话，我们给你们定的契约时间早就到了，是你们一直克扣契约，让我们打白工。放你娘的屁！林晚秋，你敢踏出这个门，我现在就去县衙敲鼓，告你偷窃主家财物，私通外匪，让你这辈子吃牢饭，2个孩子全送去关阳。检测到宿主面临阶级压迫，最高威胁，禁忌任务触发，撕毁不平等契约，以绝对暴力斩断奴役锁链，挣脱剥削。任务奖励：绿林基建包初级解锁，商城急救药品兑换权限开启。急救药品，沈婉的大出血，在这个破朝代，不靠系统必死无疑。不用你去敲锣，我亲自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既然你们觉得这几块破木头能压死我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林晚秋的规矩是什么。讲规矩，老娘手里的刀就是规矩。鞋，再敢废话半句，下一刀劈的就是你的天灵盖。坏事了！林晚秋把苏家签的契给砍了，这是要当刘肥啊！苏家不把他们送官才怪。净身出户，连1粒米都没带，今晚就得饿死在野狗肚子里。哼！让他们滚！等饿得吃土了，还不是得爬回来求我收留？省点力气爬山，记住，永远不要跟死人争论。娘，我们去哪儿？去山上落草。嫂子的裙子全红了，她是不是要死了？娘，我娘她……放下来，快！大出血导致的休克，再不处理，必死无疑。检测到宿主完成踏破宗法任务，获得积分300点。绿林基建包初级
已解锁商城1级权限开启，可兑换物品初级止血钳。云南白药需消耗300积分。300积分换一套止血药，贵，但人命值这个价。兑换，立刻。娘，婉娘她命保住了，得尽快找地方安顿，她扛不住再折腾。长庚，娘今天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我也觉得怪。哥哥胡说，娘没有变，娘是来救我们的。以前我瞎了，把畜生当人供着，现在眼睁了。娘，那咱现在去哪里？1粒米都没带出来。上山。上山挖野菜，树皮都被人扒光了。谁跟你说挖野菜？上山落草。落草为寇，那是诛九族的死罪。娘，饿死也不能当土匪啊，死了要下地狱的。为了个破名声，你差点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保不住，还管死后下不下地狱？律法救不了你，宗族离角只能吃人。从今天起，只要能让你们吃饱穿暖，活得直起腰杆，当草寇怎样？把天捅个窟窿又怎样？这天杀的世道不给活路，我们就自己趟一条路。走。长庚，娘她好像真换了一个人。婉娘，你刚大出血，千万不能再累着了。那能怎么办？娘说上山，我还以为是气话。这黑风山上连树皮都被流民啃光了，除了野兽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拿什么养活自己？闭嘴，省点力气。我就知道，您还是老样子，永远只顾着自己出风头。在山下您批牌位拉风的很，可现在呢，拉着我们一家人在深山老林里喂狼，您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。婉娘，别这么跟娘说话。嫂子胡说，娘没有错，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娘。哭够了吗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早就在山上建了秘宅，里面吃穿用度一应俱全。我等的就是脱离苏家这一天。怎么可能？娘，这山上黑灯瞎火的，您别是魔怔了吧？脚长在你们身上，想活命就跟上，不想活，现在滚下山去求王翠花收留。娘，等等我。细头，老娘的牛皮已经吹破天了，你最好别坑我。山上要是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我今晚就死给你看。检测到宿主即将抵达山顶坐标，陆林基建包初级配套设施准备投放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骗人，全都是骗人的。我们今晚就要冻死在这儿了。投放完成。这是天宫吗？哇，娘会仙府啊！大惊小怪什么啊？走，进屋睡觉。娘，那里面有床，还有新被子。娘，您就算偷偷攒钱，哪有本事在这荒山上建起这么大一座宅子？因为我不想死，也不想看着你们死，所以在这山上给自己留了条后路。至于怎么盖的，这是我的规矩，不需要向你们解释。儿媳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太不真切了。婉娘，你怀着孕，大出血刚缓过来，这间最暖和的屋子归你们两口子。长庚，把你媳妇儿抱进去休息。哎，多谢娘。娘，那小雅睡哪儿？你跟我睡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没人能再让你们挨打挨饿。太好了！那个杀千刀的扫把星，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，说走就走，连那破锅都不知道刷干净再滚。娘，你哭什么？少几张嘴吃饭，家里剩下的粮食刚好够我吃到会试。明日乡试的成绩就出来了，到时候咱们再上去打他的脸。到时候他们一家要是想要回来，就让他把卖那个小杂种的钱给我补上，再给我磕上100个响头。
二郎，我莫不是撞见狐仙剑的宅子了？这荒山野岭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座府邸？娘，这宅子看气象，少说也要几百两银子才能起得来。要是林晚秋真的躲在这儿，那定是他瞒着咱们藏了苏家的私房钱。我现在是举人了，这种宅子正配我的身份。好你个林晚秋，还真是你！你个吃里扒外的扫把星！这宅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哪来的银子盖房子？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偷了苏家的钱了？林晚秋，没想到你倒是个心机深的，竟然瞒着家里置办了这么大一份产业。既然我们寻来了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你在门口把地契交出来吧。地契？苏二郎，你这还没做官呢，就开始明抢了？大嫂，此言差矣。我现在已经是乡试高中的举人老爷，往后出入的都是名流官绅，这宅子修建的还算体面，正好让我搬进来。你立了这等功劳，等我往后封官进爵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听见没有？二郎是文曲星下凡，那是官绅，这种大府邸就该是他住的。你一个克夫的寡妇，住这么大的宅子也不怕折寿，还不赶紧开门跪迎？就凭你这种吸血的废物，也想肖想这大宅子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配！娘，外面怎么吵成这样？该吃午饭了。长庚在后山套了只野鸡，刚才炖上了。今儿中午咱们全家开荤，小雅正眼巴巴拿着碗等您回去吃肉呢。吃野鸡？你个败家玩意儿！野鸡是金贵东西，怎么能给那个赔钱货吃？去，端出来，全给二郎。二郎是文曲星，马上要准备会试，正是要大补的时候。既然有野味，正好给我补补身子。这2日读书费脑，你们速速把鸡汤端出来。鸡腿我要留2个。给你补身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在我这儿，我女儿和儿子一样金贵，她配吃最好的肉。至于你，我这就算是剩了骨头，也只为自己家的狗，绝不喂给你们这群吸血的白眼狼。你个贱人，敢这么羞辱我儿子！怎么，考了10几年撞大运混了个举人，还真把自己当大官了？我把话放这儿，你的科考路这辈子算是到头了。别搁这做会试的春秋大梦了，趁早拿把锄头下地干活，免得饿死在考台上。你这泼妇，简直有辱斯文！你敢咒我落榜？我今天非撕了你这烂嘴不可！谁敢动我娘？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一锄头劈了你们！长庚，收起来，别脏了咱家门口的地。是娘。你个小杂种，还敢对长辈动手了！晚秋，我的苦命闺女。晚秋，听说你被苏家赶出来，一粒米都没带，娘把家里剩的都拿来了，哪怕喝口热汤，也不能眼看着你们饿死啊！这是谁家的宅子？老头子，咱走错地方了。娘，没走错，这是我家。长泽，去端2碗鸡汤，请外公做婆暖暖身子。是娘。大嫂，你偷苏家的钱，原来是养着这群穷酸货！小门星，你用我们苏家的银子贴补外人，你不怕天打雷劈？我毕竟是举人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可否赏一碗暖暖身？长庚，再去端1碗。娘，他们方才还去，这才对嘛！等我高中状元，我想喝，你们也配！晚秋，看到你们好好的，爹娘就放心了。你们踏实过日子，我们这就下山。下山？外面饿殍遍野，你们去哪儿？这山再大，粮食也有数，多2张嘴，多2分饥荒，爹娘不能拖累你们。外婆不走，小雅把肉给外婆吃。不行，我们留下，你们就得挨饿。我的规矩，进了这门就是一家人，要走除非抬出去。晚秋，屋子早备好了，长庚，带外公外婆去房间。外公外婆，这边请。极端天灾预警大旱降临，警告：储备物资已耗尽，商城兑换处于冷却期，剩余时间72小时，当前余额0。3天冷却，7口人连口水都没了。系统，你想看着我一家渴死？晚秋，外头一丝风都没有，这日头毒的能杀人。我刚查了米缸，底子都刮干净了。
顶多再盛2顿稀粥。娘，出大事了，塌了！娘，后山那口活泉干了，一滴水都打不出来了。水断了，大旱天没水没粮，活不过3天啊！天绝人路，这是天绝人路。娘，小雅渴。长庚、背篓、绳索、提水的家伙全带上。娘，去哪儿？后山禁区，绝境是老天的事，走不走是我的事。既然村里没东西了，那我们去镇上换。娘，这地方连个鸟叫都没有，真的能找到吃的？闭嘴，跟着我。天，这是野生的松茸，还有灵芝。检测到特等野生松茸100年灵芝，评估价值极高。去镇上的敲门砖，有了。别愣着，小心点摘，根部的土都不能给我弄掉。这样能保鲜，卖相好，价钱才能高。这东西比金子都金贵。娘，您怎么什么都懂？想活命，就得什么都会。娘，有了这些，咱们是不是就不用挨饿了？明天我带着你们到镇上德兴酒楼将这些卖了，就够换回我们吃半年的米面了。只要东西足够，我先小批量供货，吊足他胃口，再谈独家合作。我要的是一个能持续下金蛋的鸡。去，要饭去后门，睁大眼看看，这是德兴酒楼。叫掌柜出来。掌柜是你说见就见的，滚！这是天爷，野生的极品松茸，这品相我只在皇宫的贡品上见过。东家有多少收多少，这东西往菜单上一写，县太爷都得天天来。方才谁让我去后门要饭？小的有眼无珠，有眼无珠。娘，咱真的有钱了。还有花布，我娘嫂子肯定喜欢。我去结布庄的账，你们在门口等我。哟，乡下来的发财了。哥哥，小心！你干什么？真漂亮，让我摸摸。哥哥，你们这帮坏人，走开！小丫头片子还挺辣，今天就让你们知道镇上的规矩。住手！女侠饶命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刚才是哪只手想碰我女儿？没碰到，真没碰到。姑奶奶饶命啊！这农妇好横的手段。跪下，给孩子磕头。小爷饶命，我嘴贱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娘，您刚才太威风了。长庚，你带着小雅去买点你们喜欢的东西吧，娘再去买点物资。哥，我想吃糖葫芦。哥带你去买。有2个孩子也不错。饿死了，那丧门星真的1粒米都没留啊！娘，急什么？黑风山那是人待的地方吗？你是说他们撑不住？没水没粮，他带2个拖油瓶加个孕妇，不出3天就得饿死。等他死透了，咱们直接上山接收那大宅子和地盘。对，那是咱们苏家的钱盖的，何该归咱们？肉是大肉，还有白米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哪来的这么多银子？
长庚，慢点走，这山路颠，别把咱们刚买的精米给弄洒了。米，我的米，这是苏家的钱买的！哎，我的手！王翠花，我这米是买来喂狗的，你这么急着扑上来，是想给苏二郎省口狗粮？林晚秋，你竟敢如此羞辱长辈！你这钱定是偷来的！偷？苏二郎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整个苏家加起来都凑不出这半车的钱。各位乡亲，谁帮我把这车东西扛上山，挑10桶水，1人20文，外加1顿管饱的肉饭。我来，林大嫂，我有一身力气。可以，但记住了，我这儿的活儿，姓苏的狗和人一概不用。林晚秋，你个黑心烂肝的丧门星，你别得意，风水轮流转，早晚有一天你要爬回我们苏家门口，跪着求我给你一口饭吃。娘，跟他废什么话？他现在是得意，等他把这些东西吃完喝完，山上的野兽都能把他骨头啃干净。你等着给他收尸！还嘴硬呢，自己没本事，还把人家赶出去，活该！晚秋啊，看你们都好好的，娘这心就放下了。放下啥呀？我刚听下山的村民说，北边遭了灾，流民跟蝗虫一样往南边涌，路上不太平啊。不太平，才更要抓紧。长庚，在后山里找一块地，准备种田。娘，咱们不是刚回来吗？让你做就做。娘，这天连井都枯了，这时候种地，不是跟老天爷叫板吗？去年村头赵老三弄了些神神叨叨的能耐旱种子，结果秧苗全死了，连种子都赔光。咱们刚买的那些粮，省着点吃还能撑过大旱，这要把种撒进去，可就全打水漂了。晚秋啊，长庚说的对，爹种了一辈子地，这土都没潮气了，神仙来了也种不活东西。长庚，赵老三的种子能跟我的比？丁，检测到宿主完成任务，当众羞辱苏家，霸气清场，获得积分500点，当前积分余额500，2级商城权限临时开启，兑换超级耐旱红薯种子，兑换成功，消耗400积分，物资已存入系统空间。你们看这个种子能不能种？这红薯种怎么跟玉石似的？神迹！这是神迹呀！我活了50岁，从没见过这么有灵气的种。这是老天爷看你受苦显灵了。晚秋，这真的是给咱们种的？对，我在村子里买的特殊品种。长庚，按我画的线挖垄，深4寸，每隔5步挖一个漏斗坑。娘，这种地法子，这是老娘的规矩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这种法子能把地底最后一滴水都锁死。挖，谁挖歪了1寸，今晚没肉吃。老婆子，长庚，快来看！我的老天爷，发芽了，真的发芽了！这才几天功夫啊！娘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么毒的日荒，这地跟铁板一样，它怎么长出来的？神迹，这就是神迹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见过这么霸道的种子。晚秋，咱们有救了，全家都有救了！既然活了，就死不了。爹娘，长庚，这片地就交给你们了。记住我教的法子，一滴水都不能浪费。你放心，我拿命看着他。我得再上山一趟，北边的流民很快就要涌过来了。
到时候县城一封，就什么都没了。我必须在封路前换回最后一批东西。换什么？能防身的东西。严密，德兴酒楼掌柜做梦都想要的东西。有了这个，足够换100支上好的破甲箭头了。严密、松茸这2样东西足够跟德生酒楼换回最后一批铁器和粮食。等辽明朝过去，县城封锁，这些就是我们的命。种子有了，铁器有了，粮食也够撑过封锁期。下一步就是把人手分成3队，一队开荒，一队筑墙，一队巡逻。吃的，有吃的，有了这些，秀娘和娃就能活。但是现在人数不够，家里只有几个人，得想办法招点人了。村子的周围防护巡逻还需要找人来。长庚心系可以负责育苗和技术指导。爹你。警告：宿主背后，3点钟方向致命攻击。对不住，真的对不住，我也不想杀人，可我没法子了。没法子就能抢我的命？我婆娘快饿死了，我那闺女才6岁，3天没喝过一口米汤，求求你，把背篓给我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还你。我杀不了人，我连个畜生都不如，我他妈就是个废物，废物！哭完了？你为什么不躲？你为什么不怕？怕有用吗？怕能让你嫖娘和闺女活下去？他们快不行了，发着高烧，身上都烫得能烙饼了。我没用，我找不到吃的，也请不起大夫，所以就来抢我的。我给你磕头了。够了！你叫什么名字？霍清渊。以前是干什么的？杀过吗？以前在军中杀过。好。发烧，身上有伤口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婆娘摔下山坡，腿上划了老大一个口子，现在都流脓了。这个1天2次，1颗，用干净水喂下去。能不能活，看他们的命。这是仙丹吗？是药。大恩大德，只要您能救活我妻女，我霍清渊这条命，从今往后就是您的。上刀山下火海，绝无二话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活着，带着你的家人来山上找我。你那些散在外面的兄弟，要是信得过，也一并叫来。在我这儿，只要听令干活，就有饱饭吃。夫人，你此话当真？我们这些人都是朝廷不要的。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，到了我的地盘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记住，我叫林晚秋，绿林山上我说了算。娘，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了。看什么看？这是老娘的命根子！你个没出息的，会是落榜还有脸吃？那是饿的，要不是家里供不起肉，我早中状元了。都怪林晚秋那个丧门星，把家里的气运都带走了。娘，你真信那寡妇能凭空变出大宅子？她肯定是偷了咱苏家的巨额家产，那些精米肥肉本该是供我读书的贡品。对，那贱人当初肯定在裤裆里藏了银票，那是老娘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，全是留给你的。光骂有什么用？他现在手里有刀，咱硬抢就是送死。二郎，你写啥呢？借据，就写林晚秋当初为了上山，私下挪用了苏家500两银子。我是举人，
我的字就是关平。500两，那能买多少白米饭啊？不急，我这就去敲村里的锣，就说林晚秋欠债不还，告诉那些饿疯了的泥腿子，只要跟我上山讨债，林晚秋仓库里的粮食全村平分。没天理了啊！林晚秋那个丧门星卷走了苏家500两压箱底儿的银票，在山上造了大宅子，吃香喝内。乡亲们，那是咱们全村的救命钱啊！各位乡亲，林晚秋他私藏家产，宁可把肉喂狗，也不肯给咱们一口汤喝。500两能买多少精米啊？咱们的孩子都饿得吃土了，他凭什么享福？他那仓库里堆的全是白花花的大米，只要冲上去，咱们全村都能活。拿上家伙，咱们去讨回苏家的公道，开仓放粮。林晚秋，你个吃里扒外的贱货，快开门，把苏家的米交出来！你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全村人都在这儿，你今天就算插翅也难飞。这么多人哦，苏二郎，你们这是来抢劫了？林晚秋，你这个黑了心的烂货！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偷了我们苏家的传家宝金元宝，才在山上盖起这神仙宅子，那是给我儿二郎娶媳妇的聘礼。你私藏家产，致使我因饥饿而心神不宁，最终名落孙堂，此乃大过。今日你理应开仓放粮，共享物资，为你犯下的过错赎罪。赎罪！苏二郎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分家文书，白纸黑字写着，我林晚秋净身出户，与你苏家再无瓜葛，哪来的传家宝？你强词夺理！若非你席卷家财，我何至于落榜？你落榜，是因为你就是个废物。你们也一样，跟着这对母子来抢劫，抢到了粮食，是能进你们的嘴，还是全进了王翠花的裤腰带，拿去给这个废物点心买笔墨纸砚？你这妖妇，妖言惑众！别听他的，仓库就在后面，粮食的香味你们闻到了吗？他就一个人，抢啊！别听他的，粮食就在后面，谁抢到就是谁的，冲啊！天爷啊！一巴掌把人打飞了。当初我们一家4口被赶上山，差点饿死冻死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看笑话？现在闻着肉香了，就跟着这对畜生来抢粮，晚了！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！霍金渊，清场。遵命。天爷，这山上哪来这么多拿刀的汉子啊？这眼神是要吃人啊！惹不起，快走！站住！都不许跑！我们几百号人怕他们几个干什么？你是哪来的野汉子？这是我们苏家清理门户的家事，外人管不着。二郎，哎呦我的儿啊！土匪杀巨人老爷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林晚秋是我们的东家，东家的规矩就是这山的规矩，谁敢踏前半步，杀无赦！二郎，咱们快走！林晚秋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单凭一扇木门，在这乱世活不长久。既然他们奉我为主，我手里的刀和这群人就该圈出一块地界。我要在这荒山上建一个属于我的绿林村。晚秋啊，你今天把全村人连带流民都得罪死了，这是结了死仇啊！万一他们半夜来放火怎么办？爹，他们来抢我们的粮，早就是死仇了。唉，他们那是饿疯了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照爹看，咱们仓库里既然有粮，不如分点陈粮出去，
平息了这怨气，大家相安无事不好吗？分粮？爹，您是觉得我们的命太长，还是嫌这寨子破得不够快？这好歹都是一个村的，算结个善缘。升米恩，斗米仇，人性都是贪的。一旦开了白拿的口子，以后不给，那就是欠他们的。我林晚秋的粮，一粒都不会白给。东家这脾气真硬，乱世就得有这样的狠主，软绵绵的护不住粮食。东家说的对，以前在镇北军，我见过太多放粮被流民踩死的善人，那不叫结善缘，那叫送命。你既然懂，那就去山下传话，绿林村招工。招工？这大旱天的，地里连水都没了，干什么活？开垦后山荒坡，想吃饭的去挖地，去刨土，用劳力来换活命的机会，干满一天管一顿饱饭。想不劳而获的，饿死在山门外，我也不会多看一眼。东家，后山全是石头和干土，种什么死什么，开垦出来也是白费力气。那是以前，按我说的去做，我有极度抗旱的新种子，正好拿那片荒地做试验。记住了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在我这里，必须建立契约，绝没有施舍。东家高瞻远瞩，以劳换粮，不仅给他们活路，还能绝了流民的贪念，妙啊！东家，这土都成铁板了，刨了半天连根草根都没有，真能有报酬？我林晚秋说话，吐口唾沫是个钉。凡是今天开荒到位的，下工后来我这里领吃食，再加一碗稠米汤。娘，这地里真能刨出活路来？这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饿不死的本事。看那群傻子被那丧门星2句话就骗得团团转。这干土里要是能长粮，老娘当场把锄头吃了。圣人云：荒年不种石。那邻村又大抵是疯了，竟叫人去刨石头缝。等这群人发现被骗，非得把他的宅子给拆了不可。东家，这东西真的能吃吗？像瘤子一样，怕不是有毒吧？怕什么？甜的、糯的，天爷啊，这比最细的白面馒头还顶饿，神迹！这是神粮啊！今日大家挖出来的土豆，上缴一半，剩下你们自己带回。东家，这泥地里刨出来的东西竟能堆成这样，此等产量闻所未闻，这可是足以改变我朝格局的救命神物啊！咱们这下彻底不怕灾年了。东家，若能将此神物禀报乡里甚至镇衙，朝廷见此高产之物，必会降下极高的封赏。届时，咱们山上这些人便不再是草寇流民，您就是这大清朝名正言顺的救世主。霍大哥说的对，娘，有了官面身份，咱们就能堂堂正正下山了。丁检测到领地扩张需求，触发竞技任务，挑战男权宗法，成为苏家村首位女村长。警告：从未有女子担任村长，此举将引发极大阻力。一辈子当贼，那就自己弄个名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光是绿林山的大当家，还要当苏家村的村长。东家，这绝不可能！大清朝开国以来，从未有过女子做村长的先例，乡绅族老会把你当妖孽发难的。娘，这太大逆不道了。没先例，老娘今天就开这个先例。霍清渊，带上家伙跟我下山。属下遵命。哪来的刁妇，跑到县衙来打秋风？这大旱天的，本官也没粮赈灾，快滚快滚！钱大人，我不是来讨饭的，我是来送一场天大富贵的。送富贵？就凭你一个浑身补丁的村妇？大人，怕是个疯婆子，让衙役轰出去得了。走走走，别在这碍眼。
大胆，敢在公堂亮兵刃，来人啊！大人息怒，我是苏家村的林晚秋，今日来是想请大人看一样神物。泥巴疙瘩，你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拿一块干泥巴消遣本官？来人，把这疯妇打入大牢！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比精米还要香？真香啊！这是何物？这叫土豆，这大旱天里不需要水，1亩地能产数千斤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尝一口便知。猛产数千斤，你这农妇莫不是在满嘴胡言？我大清朝最好的良田，1亩也就出200斤麦子，是不是胡言？大人咬一口不就知道了？软糯饱满，比白面饽饽还要顶饿。这真是泥地里长出来的？正是。大人，这要是1亩真能产几千斤，您上报朝廷可是天大的政绩啊！钱大人，这土豆目前只有我手里有，有了这神物，大人平步青云指日可待。就是不知道这笔买卖，大人做还是不做？好东西，林夫人，这叫土豆的东西，当真能亩产数千斤？若非如此，我今日敢拎着它来敲大人您的公堂门。大人不可全信，这妇人来路不明，万一这是妖法变出来的粮食，朝廷追查下来。妖法，师爷若是饿极了，这妖法能救你的命，你跪还是不跪？你这刁妇，竟敢对本师爷无礼！闭嘴！能填饱肚子的就是神法。林夫人，你提个价，这批种粮本官全要了。我要的不是钱，钱大人，如今大旱，银子只是废铁。我要这黑风山方圆50里，从此更名绿林村。绿林村，你想划地自立？我要大人亲笔签发的委任状，封我为绿林村首任村长。你荒唐！自古女子不为官，你一个寡妇想当村长，还要听调不听宣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！大人，是大逆不道重要，还是那封能让你直升州府的献粮折子重要？这功劳我1分不要，全写你钱大人的名。你是想守着这穷县饿死，还是想带着万民伞进京受赏？拿纸笔来，本官今日就开了这先例。林村长，这不仅是你的前程，更是本官的命。你且记好，且先回山上护好种子，待圣旨下来之前，谁敢动你的粮，本官就让他人头落地。派人盯着他，在圣旨下来前，这女人和那些粮食一根汗毛都不能少。这种东西是人吃的吗？我是举人，是未来的状元郎。二郎，家里真的1粒米都没了。那林晚秋在山上顿顿有肉，连雇的流民都能喝上稠粥，可他竟眼睁睁看着亲婆婆她亲小叔子饿死啊！那是夺命之仇。要不是他卷走了家产，夺走了苏家的气运，我何至于在乡试中名落孙山？那大宅子那满山的粮食，本该都是我的。既然咱们活不成，他也休想好过。这坛子桐油是老身省下的，那山头到处是木头房子和草地，一把火下去。娘说的对，既然我得不到，那就彻底毁了它。只要火一烧起来，看他那个村长还怎么当得下去。苏举人，你当真说话算话？只要烧了那林秋月的地，就给咱们兄弟弄粮吃。我是读书人，岂会骗你们？林晚秋霸占了全村的气运，只要火烧起来，官府定会治他的罪。到时候那山上的粮食咱们随便搬。成，饿死也是死，烧了他那贼窝子，还能搏个生路。走，动作都轻点，今晚风急，正是老天爷要收了那个妖妇。把油全撒在风口，等火一起，咱们就从后山撤。大嫂，我给你送份大礼，你可得接吻了。昨晚那火把半边天都烧红了，林大嫂那刚盖好的大宅子，怕是连渣都不剩了。没水没粮的，还遇上这么大火，那一家几口人啊，肯定全都烧成焦炭了。哎呦，我的
老天爷呀，这就是报应！他卷了我们苏家的银子，不敬婆母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这是来收他的命啊！圣人云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大嫂她昧下苏家家产，实乃大逆不道。如今恶有恶报，虽说是咎由自取，但我这做弟弟的，心中亦是不忍。苏曲人说的是啊，做人不能太黑心，这不就遭报应了？娘，您别哭了，斯人已逝，我们再悲痛也无用。大嫂虽脱离了苏家，但山上的粮食和大宅子都是用咱们苏家的家产换来的。乡亲们，既然大嫂已经葬身火海，那些遗物理由由苏家收回，大家跟我一起上山，等清点了剩下的粮食，我定拿出一部分分给各位，也算为大嫂积点阴德。对，跟着举人老爷上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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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郎说的对，赶紧走，去晚了就让辽民抢光了，全都是咱们苏家的东西。没死，他没死！火那么大，怎么连个头发都没烧着？这到底是人是鬼呀？鬼！你是回来索命的鬼！二郎，快跑！周大人，您在此坐镇，怕什么鬼神？大人，就是这妖妇，这火肯定是他自己放的，他想烧山毁尸灭迹，好掩盖他偷窃我苏家家产的罪名。哦，就是他，这身段，这小脸蛋儿，白白净净的，哪里像是遭了火灾？林氏，你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，不在家安分守节，跑到这荒山上搞出这么大动静，是夜里耐不住寂寞了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在我面前乱吠！他不要命了，那可是乡里版事拿人的周典史啊！哟，脾气还挺辣。苏二郎说你偷了家财，本官看你这狐媚样子，指不定偷的不是钱，是满山的汉子。对，周大人明鉴，他山上养了几百个不知体系的野汉子，这大宅子和粮食，指不定是他跟多少人睡出来的，他就是个不守妇道的烂汤铺。林氏，你涉嫌纵火盗窃，还伤风败俗，本官现在就要拿你回去，剥了衣服好好验一验审，看看你这身皮肉是不是真没被火燎过。反了！反了！你们连朝廷的官都敢砍！大人，您看，这妖妇做贼心虚，她果然饲养兵丁，这是要谋反啊！饲养兵丁，窃取民财，来人，把这不守妇道的妖妇给我夹了，带回大牢发落。完了完了，周大人拿官帽压人了，这可是惹不起的关老爷啊！林大嫂平时再凶，哪能跟官府斗？被这周典史带回去，怕是要被折磨掉半条命了。就凭你这个不入流的狗东西，拿着个破帽子，也想拿我验身？既然官逼人反，不如直接把这几个狗官宰了，扔后山喂狼。我手底下的护卫队早就等不及要见血了。你敢骂本官？好你个无法无天的刁妇！今天本官非在大庭广众之下先撕烂你的嘴不可！拿开你的脏手，不然脑袋搬家！你们真敢反！住手！老天爷，是金甲兵，这可是京城里来的大官呐！金甲卫护送，公公传旨，定是朝廷得知了我的才华，这是来给我送捷报的。我就知道，我儿子是文曲星下凡，咱们苏家要出大官了。钦差大人，您来得正好。这个恶妇林晚秋不守妇道，偷窃家财，还想谋反，快把这罪妇就地正法！学生苏二郎在此恭迎钦差大人。哎呦，钱大人，你打学生做什么？闭嘴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挡大人的路？钱大人，这林氏纵火盗窃，下官正要将他拿下验身。瞎了你的狗眼！你个狗奴才，谁给你的胆子动他？大人息怒，下官不知啊。林村长，下官来迟了，下面的人没长眼，您千金之躯没受惊吧？陈县令管他叫什么？村长？
县老爷竟然差点给那个寡妇跪下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县老爷，您认错人了吧？他是贼呀！他到底瞒着我们干了什么？奉天承运，大兴皇帝诏曰：谁是林晚秋林氏？出来接旨。臣妾林晚秋在此。苏家村林氏呈送神物土豆有功，经京师试验，此物耐旱易重，亩产数千斤，解我大兴荒年之困，活人无数。陛下龙颜大悦，特赐林氏大兴神母封号。加赐从六品安人命妇，特授绿林村方圆10里自治之权，由林氏全权主理。钦此。臣妾领旨谢恩。林安人，陛下特意叮嘱咱家，我大兴朝从不看轻女子，只要有功于国，便是万民之表率。林安人这等旷世大功，这从六品命系，您当之无愧。从六品命妇，我寒窗苦读实在连个官职都没有，她一个客服的寡妇，凭几颗破泥巴疙瘩，转眼就成了比县令还大的官，老天不公啊！下官瞎了眼，下官该死，林安饶命，林安人饶命啊！林村长，林神农，您是活菩萨降世啊！安人娘娘千岁，刚才都是苏二郎和王翠花妖言惑众，我们都是被猪油蒙了心啊！公公，臣妾接了陛下的恩赏，但这圣旨宣完，臣妾尚有天大的冤情，要请公公和大人做主。公公且慢，这恩赏臣妾接了，可臣妾还有一桩杀身大仇，得请公公当个见证。哦，谁敢动圣上亲封的神农安人？就是这群苏家狂徒。昨夜他们趁风大纵火烧山，想要毁了陛下惦记的良种，更想将我这命妇烧成焦炭，此许无异于公然谋逆，你血口喷人！公公冤枉，学生是读书人，怎会做这种事？大人请看，这是在纵火现场捡到的苏二郎贴身腰牌，证据确凿。个丧心病狂的逆贼，周天石！竟敢勾结这些刁民谋害命妇！来人，给本官全部锁了！大人饶命，下官只是受了蛊惑呀！呸！苏家平时装的体面，心肝竟然这么黑，活该，差点害咱们吃不上粮。这种畜生就该杀头！二郎，快救娘啊！林晚秋，你这个丧门星，我要杀了你！啊！求求你放过我，我还没考状元呢。苏二郎，你在牢里记得把书读烂，且看我这绿林村如何让你这种人高攀不起。晚秋，快看，是个带把的大胖小子，晚娘真争气，母子平安。好小子，这嗓门听着就是个命硬的。娘，当初要不是您在山下救我，我跟这孩子早成一尸两命了。您是这孩子的再生父母，也是我们大房的天。晚娘，咱以后在山上安安稳稳过日子，谁也别想欺负咱们。小侄子真好看，娘，我要把我的糖葫芦全给他吃。长庚，如今你当爹了，以后做事更要长脑子。村里的护卫队和弩车阵，你给我盯紧了。娘放心，谁敢动咱们村子一根汗毛，我剁了他喂狗。第一阶段求生立威圆满完成，系统面板重组进入第2阶段，百业巨星，安居乐业。任务目标升级，建立现代学校医疗馆，完善大型防御体系。第2阶段，很好，总算可以放开手脚干点正事。